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想结合我们最近这段时间使用这个 Kobo Libra Cloud 的那个体验啊，从我们男的和女的体验不同的体验来聊一聊我们对这款产品的一个看法。那么首先呢，Kobo 这个品牌的电子书啊，是我第一次购买这个品牌的。之前我们一直用的是一款叫亚马逊产的那个叫 Kindle， 对啊 Kindle，当时那个是6寸的啊，但是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我们在从中国就是到欧洲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把它丢掉了，就没有用。那么那款其实我们用的并不久，因为主要我觉得当时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作为一个6寸的，我们并不是每天去上班啊或者什么，就不会天天带着它。然后在家里面看的话，觉得6寸又有点太小了，而且我们有很多纸质的书，所以平时我们看纸质的书为主的。那么最近呢，就是我们又燃起了阅读的欲望啊。对。之前呢，我们一直是用那个 iPad Pro 啊，因为我们都有一台 iPad Pro， 都是12.9寸的，我们去看一些杂志啊什么，那个感觉是不错的。但是呢，如果是看那个小说，或者说是看一些长篇的一些东西，持续的就是看这个 iPad Pro 啊，感觉眼睛会有点很累，对，眼睛很累。然后呢，那个也有点好像不是很好拿，放在手里面，很大呀。对，所以我们就在网上去看一下有没有这种电子的纸质书啊。那么这一款呢，当时买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可以存储 EPUB 格式的文件啊，因为 Amazon 就是亚马逊的它自己的那个 Kindle 的话，就要不就是你在商城里面去买书，要不就是你要那个转换，这个是很烦的啊。所以就我一看这一款呢，我就觉得它可以自己去找一些书籍的资源，可以存进去，是 EPUB 的。那么 EPUB 是最通用的一种格式啊，就大家都可以用。所以呢，这个是我选择这一款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我拿到手以后用了一段时间呢，你先谈谈看法吧，你觉得你用下来怎么样？我用下来，我觉得就是我看一些没有插画、没有图画的书啊，就是比如说长篇一点的，我的体验还是很好的。就比如说我睡前在床上看，它的灯光就是也可以很暗嘛，然后也感觉眼睛没那么累。但是就是比如说我看那些就是有图画的书，我就觉得体验不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图画的就是色彩呀，你看过 iPad 的书过后，你就觉得那个质量不行，就它的显示质量不行。对，所以就如果我还是要看图画的书，我可能还是用我的 iPad 去看。但如果要看一些长篇的或知识性的书，我就用这个 Kobo 来看。那你觉得那个它的大小什么，你来拿一下看看。大小我觉得刚好这样握着，就我要翻页啊什么的也特别的方便。这个 Kobo Libra Color 是那个7寸的啊，你觉得是大小？大小我觉得我的手来拿是差不多的，刚好。那你觉得就是看的时候你那个滑动啊，什么翻页啊这种，你觉得它卡吗？慢吗？还可以，就你能够忍受。对，但肯定没有 iPad 那么快了。那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东西嘛，对吧？那你觉得它有什么缺点吗？缺点呀？缺点可能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图画的显示问题吧，就彩色的问题。还有就是觉得拿这种电子产品看书，好像就没有太多那种看书的感觉，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用纸质书去看的。就如果我还在中国的话，我买书很方便，然后我家里面有很多纸质书，那我还是可能会宁愿看纸质书。那就是你觉得这里纸质书太贵了是吧？对，而且如果我要买一些中文书的话，我要从就是海运。对啊，要海运。对。
那我说说我的看法吧。我觉得其实我太太她说的是最直观的，就是她也不懂什么技术参数啊或者什么，反正就是最直观的使用的一种感受。那么我的角度来讲呢，其实电子书这个领域里面是有很多种品种的啊。那么比如说像中国也产了很多什么 BOOX 啊，还有像那个汉王啊一些品牌的。那在欧美世界主流的呢，就是一个是这个 Kobo，一个就是那个亚马逊的那个 Kindle。对，那么它一共呢其实是分3个系统，一种就是像亚马逊那种完全封闭的系统，一种就是像Kindle 这种Kobo 这种，它也有封闭的系统，但是它可以允许你传一些就是别的格式的一些书进去啊。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安卓系统的，就跟你手机用的系统是一样的那种系统，就是可以在上面装 APP 的。像我们这种是不能装 APP 的，就是你把书导进去，它就自己在那边读啊。那么这3种系统啊，就是有什么区别呢？亚马逊那种啊，包括这种，他们这种封闭的呢，就是它使用下来，它的用电可以很久。对，就是像如果你用一个 iPad 或者什么东西，那它的电基本上2天你必须要去充一下。对，那这个呢？这个基本上你可以用每天看，你可以用2星期是最少的。多的话你可以用3星期。对，所以这个是它没有办法取代的。那你最近有充过电吗？我没充过电。这是第一点，就是它的时间是很长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所谓说的它对眼睛的保护问题。那么在像现在这个日光是很强烈的啊，因为西班牙现在是9点多的这个日光是很强烈的。那像现在你看的话，就是它完全是反射的就是正常的自然光，它是没有任何的那个我们调它亮度的。那么在这种环境里面去看，那么它就是有优势。对，因为它经过反射的这个光是很柔和的，它本身不发光。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我们用 iPad 去看，那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iPad 上面亮度最亮。对，你戴个太阳眼镜还好，我如果就是直接用眼睛去看，那这个眼睛肯定是损害是很严重的。这点是这个纸质书就是在护眼上最大的一个优点。但是如果说你开个什么里面的那个灯去看，那虽然它也是可以就写那个什么可以什么减少蓝光啊，或者说有多种调控的模式啊，但还是伤眼的。对，还是伤眼的。那个取决于你用眼睛的时间。就是如果你看 iPad， 你看1小时，你看这个也看1小时，然后你去就是休息一会儿，那么其实我觉得对你的眼睛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说你纯粹是在这种阳光下面、自然光下面，你这样去看，你看个4-5个小时，跟用 iPad 去看4-5小时，那就区别是很大的。对吧？对。那当然可能还会有那什么 iPad 连续看几个小时可能发烫啊各种，那这个东西就不会有。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 Kobo 这个品牌跟其他当时品牌我选的理由，一个是就是它现在的色彩你说它不好，它跟 iPad 比确实是不好。但是如果它纯粹的就是跟那些像那种普通的印刷术的那种彩色书来讲，就我们讲纸质的书，因为 iPad 它是个多媒体的东西嘛，对吧？如果你把它只是跟一个纸质书，就普通的印刷的纸质书那种彩色，那它还是差不多。我觉得是差不多，我也不能说它过于好，也像现在这个上面它就有一个是彩色的，对吧？它也有一个画嘛，是吧？有一个插画是彩色的，我觉得是差不多。你如果跟 iPad 去看杂志，看什么 Vogue 什么那些东西，那肯定是颜色要差得很远。但是怎么说，它有了这个彩色，我觉得比没有彩色来的要好。其实还有一款是那个 Kobo 的 Libra 2，
就是它只是能看黑白的，不能看彩色的。很多人都说那一款的就看起来黑白的字体很锐利，比这个更锐利。但我觉得其实这一款的黑白字体也已经还可以了，是吗？就我觉得也挺锐利的，也挺锐利的，并没有就是那个特别差的感觉。但我还是当时就买了这个彩色款啊，因为我觉得彩色是需要的。那么其他的呢，我觉得它的优点就是它防水。它在水里面，你把它丢到水里面，它可以60分钟可以就是完全的在2米水深左右。这个我觉得我们在海滩或者说在海滩上看书，在泡澡的时候、洗澡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是个很大的优点。其他的品牌能做到防水的，就有很多品牌嘛，能做到防水的并没有那么多啊。这个我觉得是这个优点。那么其实唯一困扰我的就是一个开放式系统的问题。就如果买一个那种开放式系统的，其实说心里话，我还想再买一个。我想再买一个，为什么？因为这个你用的很多，我没怎么用，所以我最近都在看。对，我就在看，所以我想买一个开放式系统的。如果买个开放式系统的呢，就是它是像就是平板电脑一样，它是安卓系统的。缺点就是什么？那种我看过了，它的用电时间就没这个长。就因为它有一个庞大的系统在里面嘛，所以它一般来说它只能用那个3天到4天。有可能1周是它的极限了，你就要开始充电。而这个呢，就是由于它不是开放式系统，所以它就可以用2-3周，甚至是1个月，对吧？对。那唯一的区别就是开放式系统，你可以加很多 APP 在里面啊，或者说，比如说你浏览网页，你也可以浏览网页，然后浏览网页你也是一个全是那种黑白的，就不伤眼的，对吧？就是这样说。但事实上，如果只是看书的话，那只是起到一个看书的用途，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对吧？但是呢，那个呢，就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开放式系统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可能它的翻页会更流畅。这个其实有时候它确实会有点卡顿。我觉得是你书下的太多了。我里面下了300本书。对啊。300本。那么它是32G 那个存储的话，下300本书，我其实觉得也不是很多。这个也是一个当时很迷惑的问题。就32G 的内存，事实上你可以放几千本甚至上万本书，但是为什么就只放了300本书你就觉得卡？我放过800本书，就极限我放了800本书进去，那是完全是卡的就不行了，要等很久，每一个都要等很久。但是其实它的容量并没有用很多。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个书的一个问题。就你如果买一个32G 的大小的，但事实上你又不能放那么多书进去。就事实上可能一个8G 的、16G 的看书，仅是看书就已经足够了，并不需要那么大的。就他买那么大的空间其实是浪费的，知道吗？因为你放了1000本书，即使你还有很多空间，但它还是会很卡。它是取决于你书本的多少。因为他这个就是他把书导进去以后，他自己要在那边就像优化呀、像索引啊什么，这个要耗费他大量的。这个它就跟开放式系统那种不一样。开放式系统就是说我可以存很多东西在里面，但我没有把它导到那个阅读的 APP 里面。你理解我的意思吗？比如说我用了一个什么阅读的 APP PDF 这个什么东西的，或者什么 Reader 这种读 APP 的这种软件，那么你没有把这个书导到那个软件里面的时候，其实它只是存在里面。这个时候它是存在你的文件里面。对，它是只占内存，但它不会就是影响到你的速度的。这个是它的这个大的问题。但我觉得电子产品都有这个通病吧，就像你说手机它有256G 嘛，那你如果就是图片视频很多都把它塞满了，你用起来也很卡呀，你的手机。对，但是你苹果手机，比如说你是256G，你一般用到就是200G 都没问题，你不能用到230G，对，就要留10%到20%的空间。
但是这个不一样，这个我其实32G 我才用到它，可能只有用了3G，只用了1/10，它是取决于书的大小，就书的多少的。比如你有1000本书，即使你用了1G，它也会卡。还有就是我作为男性使用者吧，我聊聊一些感受。它的那个大小其实我觉得我太太她觉得是很完美的，但这个7寸呢，说实话就是它的手的握持感它的大小我觉得是很合适的。但是如果我是看书使用的话，我还是会觉得这个屏幕会小一点。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我一个身高1.78米的这样的一个男性，手差不多这样大，他的书跟我的手差不多大。那么我觉得我使用一个8寸的甚至9寸的，可能就是我握着是比较舒服的，也不会特别难受。但是呢，我看起来可能会就是更爽一点，更舒服一点。因为我现在如果看的话，就我使用翻页会多一点，把那个文字变小的话，那么眼睛看起来就会累一点。那我喜欢文字稍微调的大一点，但是呢，它的就显示出来的文字就不会特别多，就我要频繁的去翻页这个是我觉得就我的角度我觉得女性是没问题的，女性这个大小我觉得是很合适的。作为我的话，我希望所以我再买的话，我应该会买一个8寸或者说9寸的10寸的那种，我觉得又太大了，10寸13寸那种我觉得又太大了，就跟抱一个 iPad 没什么区别所以这个是大小的问题。还有就是它是有一个可以手写功能的，那么对我来讲的话，我可能不太用得到，所以一般我也不会去提这个功能我一般主要还是以看书阅读Hola buenas 一般来讲，对我来讲的话，我还是会使用看书的功能更多一点我不太会去手写什么的，所以这个功能对我来讲用不着。如果用得到的话，可能我也会用 iPad 去写去记录什么的那么如果我再买的话呢，我可能会考虑买一个开放式系统的试一下，可能会买一个更大尺寸的。然后呢我也就是不在意它到底用电能够用多久如果1周1星期的我都可以接受如果我再买的话，我应该也不会一定要买一个彩色的就我觉得看 PDF 或者说看杂志什么的，我选择还是可以用 iPad 去看如果纯粹看书的话，我觉得黑白的可能还是能够让你更专注一点所以我不会考虑一定要去买一个彩色的我可能会考虑买一个黑白的。那别的好像也就没有什么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谢谢谢。好，谢谢。